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跟大家见面了。好长时间没有做单独手机的这测评了。最近呢，我们都出了一些快速体验啊，或者说一些针对于上半年的一些盘点的视频，比如说性能啊，还有就是拍照的，大家可以去我们这频道里边翻看一下啊。这一期呢，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2款机型的测评视频。是这个魅蓝的 Note 6，现在热度非常高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发布的小米 5X， 小米 5X 这台手机买来之后，在我们手里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要等跟它同价位的机器一起来对比啊。其实今年呢，对千元机这3个字的概念呢，好像并没有那么强。大家可以想一下，17年以来啊，这个1000元档的手机好像真没有几台。并且在视频之前呢，我也特别算了一下啊，今年的各家厂商其实这个入门的锚定机型呢，价格也基本都在1400、1500块钱左右，好像似乎直接跳过了1000元档，就像这个旗舰机一样。去年的各家国产的这个安卓旗舰呢，大部分都在2400块钱到2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年呢，这个价格我梳理了一下，大概会是在2800块钱，甚至逼近3000元档了。我估计这势头呢应该不会停，明年呢就应该到3000块钱了，大家应该有一个准备啊。OK， 咱们闲话扯得有点多啊，这个今天的主角魅蓝 Note 6，还有就是小米的 5X， 看看到2017年了。这个国产的双摄入门机型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好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魅蓝 Note 6 vs 小米 5X， 马上开始。在自家的旗舰机型的布局完成了之后，国内的2大互联网厂商啊，现在还能勉强叫互联网厂商啊，都推出了自己针对终端市场的机型，小米 5X 和魅蓝 Note 6，不约而同的都把主打的机型的价格呢提到了1500块钱档。虽说魅蓝 Note 6 1099起步，但是3+16的组合日常使用现在都会很着急啊。小米 5X 直接是4+32起步，在过去这种价格的机型呢，肯定搭载的是联发科的处理器，但是从去年联发科整体走颓势了之后，大家不约而同的全部都转向高通，魅族更是与高通的年度专利大战之后啊，这个推出了第一款高通处理器的机器。在之前啊，很早的时候有过一台这个高通的机器，不过那就很远了。自从年初的坚果 Pro 和魅蓝1.2之后呢，我们基本就再没有测过入门机或者是终端机型了，都是旗舰机型。那么今天咱们就换换口味，来看看这2款的国产终端机型表现如何。刚刚接触到这2款手机的时候呢，我先没看上面的相机啊、屏幕啊，或者是传统的那些测评方面。首先，我觉得这2款手机的市场定位跟属性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在营销方面，小米 5X 是请了人气爆棚的吴亦凡啊，应该说是小鲜肉的代表了吧，来进行代言。这个线下的广告打的也是铺天盖地，显然是尝到了明星效应的甜头。而魅族在请明星方面呢，依旧是无动于衷，连发布会的明星站台费啊都省下来开发产品啊。当然，这个是李楠说的，之前演唱会的这开场嘉宾也都是没有了。二者的价格呢几乎相同啊，我说的是锚定价格啊，也都是线上线下同时开卖。过去这半年呢，小米疯狂开设线下店，魅族呢则是很早之前啊都有这个线下专卖店，算是比小米呢有一个基础。但是跟米家的屏效比起来呢，魅族的专卖店就显得弱的很多。魅蓝呢也由一个系列变成了由李楠现在掌舵的一个子品牌，两家的战略呢根据市场都做了新的调整。首先，小米 5X 呢，从前期的曝光宣传到发布乃至最后的销售，全部都是满满的线下范儿啊。雷总自己都说这是一台针对线下的手机，而魅蓝 Note 6呢，则要弱化了许多，只是最高配呢在线下首先发售。接口方面呢，小米 5X 采用的是大势所趋的 Type-C 接口，在这个价位段呢，这个接口成本是相对较高的。
而魅蓝 Note 6呢，依旧采用的是在入门机型中普及率更高的 Micro USB， 这个应该主要就是为了成本方面的考量。外观方面，两者的机器大小呢几乎相同，但是魅蓝 Note 6因为电池大，所以机身呢稍微更厚一些。小米 5X 呢则是主打轻薄与手感，二者的指纹识别呢，一个前置一个后置，这个是差异比较大的地方。背面设计呢也是截然相反，小米 5X 是时下流行的穹顶式天线，看起来呢整体感更好一些。魅蓝 Note 6呢则是依旧非常传统的3段式天线，显得有点老气啊。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创新点的话呢，把闪光灯集成到了天线条里边，这个也算一个吧。摄像头呢，小米 5X 呢由于机身比较薄呢是有一些凸起，魅蓝 Note 6呢则是稍微凸起一点点，几乎齐平。二者呢都是全金属的机身，但是小米 5X 的后壳涂层呢摸起来手感要细腻不少。魅蓝 Note 6白色版呢是有一些干涩的，黑色版呢要稍微好一些。整体机身的设计上，在开箱体验中呢跟大家说了，小米 5X 和 R11与1+5呢是傻分不清楚啊，外观几乎都一样。两侧采用了圆弧设计的机身，乍一从背面看呢，有着2-3千块钱这个旗舰机的模子。反观魅蓝 Note 6呢，则是非常传统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如果你要说套娃呢，一点也不为过。机身的3面切边呢，也没有增加太多的精致感。从背面来看，小米 5X 的整体视觉感觉呢，确实要比魅蓝呢要好上不少。但是从正面来看呢，两者这个精致感其实都不怎么样。好在正面的指纹识别呢，给魅蓝 Note 6呢加分了不少。正式的测试环节，咱们先来说一下性能。这个价位段的手机呢，要么就是学生党，这个肯定玩机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要么呢，就是干脆不是太在乎这个配置，比如说给老人啊、给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去买手机。所以说，性能方面，咱们先满足性能党的需求啊，因为这两台手机呢，同是一款处理器，骁龙625。这是一颗去年的终端处理器，有8颗核心，虽然是去年的，但是14纳米的工艺制成，8个 A53 的处理器呢，最大的优点就是这8个核心可以满载2G 赫兹一直运行啊，而且最主要的是，目前我也没有看到哪家有什么锁核啊，或者说限流的情况，是6系处理器中功耗与性能平衡的非常不错的一个。GPU 呢，性能方面就比较弱了，是个追弄的506，二者的处理器呢是一模一样，就看两家的调教怎么样了。跑分环节呢，之前咱们在上手体验中啊已经跟大家聊过了，就是魅蓝 Note 6那个啊，没看的你可以去详细看一下啊，在这儿呢我们就简单带过就可以了，因为处理器相同，理论性能呢没什么太大差别，咱们来看一下实战表现。首先是我们的特色测试，20款应用的打开时间和后台保留情况。打开时间上，小米 5X 中间出现了短暂的卡顿和比较长时间的等待，在第2轮应用中呢，杀死了后台比较多啊，有12个，总共呢耗时6分23秒。魅蓝 Note 6呢，20款应用一共耗时4分20秒，比小米6呢要快了2分钟啊。第2轮应用打开后，后台驻留情况呢比小米6呢又少了不少，这个只杀死了4个，二者都是4G 的运行内存。我们这个魅蓝 Note 6是高配版啊，前面一直没和大家说啊，1699的版本。魅蓝对待后台的态度呢，显然要比小米要开放一些。为了测试的稳定性，提前说明，我们测试小米 5X 的时候呢，系统版本为MIUI 8.5稳定版，官方呢还没有推送MIUI 9啊，我们这儿没有来刷入MIUI 9。下面是压缩和解压1G 的文件，是1G 的照片加上1G 的视频。小米 5X 压缩呢，一共用时5分20秒，这个确实挺长的。魅蓝 Note 6呢，只用了53秒，不到1分钟，速度几乎是 5X 的5倍。在之前的性能大测评中啊 ，Pro 7的压缩速度呢，基本上是在同价位中的碾压地位，说明 Flyme 的系统呢，确实有更好更快的这个压缩算法。然后是解压时长，同样小米 5X 耗时1分6秒完成，魅蓝 Note 6呢37秒，同样在解压上呢也占优势，小米 5X 呢耗时1分05秒完成，魅蓝 Note 6呢37秒就可以了，比 5X 要快了不少。这2个环节呢小米稍显劣势，但是根据之前旗舰性能大测评的经验来看，后期如果要是升级到MIUI 9之后呢，会有一些改善。然后是日常应用，微博和淘宝的帧率。微博帧率呢，魅蓝 Note 6在52帧到60帧之间还是非常流畅的。小米 5X 呢，也基本上是52帧和满帧之间，偶尔呢会出现掉到5帧以下。这个成绩和旗舰机的差别呢，并不是特别大。如果你不仔细使用，不看这视频，可能真的感觉不到啊。淘宝的帧率呢，普遍要相对微博要低一些，因为要加载大量的数据。魅蓝 Note 6呢，在42到55帧之间，偶尔呢会掉到30帧以下，波动是比较大的。
小米5X 基本呢是38帧到55之间，一瞬间呢偶尔也会到30帧以下，但是相对较少，两者的表现呢其实相当。小米5X 这边呢跟当时那个米6呢差不多，表现还是相对稳定的。崩坏3的安装时间。这个游戏呢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魅蓝 Note 6呢耗时55秒完成，小米5X 呢同样也是55秒完成，毕竟是同样的处理器和闪存，但是绝对秒数都一样，还真是巧合。接下来呢就看看这两款手机在比较耗费性能的游戏环节表现怎么样。王者荣耀的帧率5v5实战对抗，小米5X 基本帧率在28到30帧之间，这个战斗场景呢也能维持在几乎满帧的状态。20分钟之后，团战实时帧率也是28帧，基本上没有掉下来过27啊，表现非常不错。然后是魅蓝 Note 6，基本上的场景呢也都是在满帧啊，这个十几分钟之后的团战呢也没有掉帧的情况，与小米5X 呢它们两个几乎表现是一样的。总之，这两款625的处理器在运行王者荣耀的时候，虽然不支持高帧率模式啊，但是性能呢也绝对不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不过毕竟是终端处理器和终端机，如果你要是长期运行的话呢，肯定还是有接近20帧的情况。然后是崩坏3的帧率测试啊，这个就有点极限测试的意思了。王者荣耀呢没有什么问题，崩坏3这么大的3D 游戏呢，尽管知道它们性能不强啊，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5X 基本帧率20帧左右，打斗的时候会掉到17到18帧，复杂的打斗场景下呢会掉到15帧以下，高画质的情况下压根就 hold 不住啊。魅蓝 Note 6的基本帧率呢也是在18到19帧左右，然后在打斗和一些复杂的场景环境下呢，要比5X 呢还要低一些。不过要声明一下啊，上面的这两个帧数呢都是我们在开启全高清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我们把游戏画质呢调成推荐的画质，它是根据你处理器呢得出一个推荐画质，为中档，帧率呢30帧，关闭部分特效。小米5X 整个游戏呢流畅多了啊，能够达到30帧满帧，打斗的时候呢也是28、9帧，然后复杂场景情况下呢，最低帧率呢在24帧，比上面的表现好多了，毕竟整体画质呢降下来了。然后是魅蓝 Note 6，低画质的情况下呢，和小米5X 一样啊，基本上是满帧3帧运行啊，打斗场景下25到28帧，复杂场景下呢会降到21帧，还是比小米5X 呢要低一些。经过测试呢，这两款手机呢也是可以玩崩坏3的，只不过是在低画质下运行，画面呢就不够那么精致了，体验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玩这种大型游戏还是强烈大家用这个旗舰机型会比较好啊。发热方面呢，得益于制成比较先进的处理器，二者的控制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即使是处理器满负荷运行啊，这个8核心全部满血跑，这个机身呢也是些许温热，而且是金属的机身，虽然导热比较快，但是散热比较快。马上就是秋冬天了啊，所以说这两款机器几乎不太用考虑发热的问题。OK， 下面咱们主要来说一下拍照摄像头。二者这次在宣传上呢，其实都是主打双摄啊。整个两场发布会呢，都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解拍照和摄像头上，把这个双摄的战火引到了1000多的这个价位。小米5X 采用的是自家比较成熟的长广方案，两颗摄像头均为1200万像素，号称能带来小米6的拍照体验。Note 6呢采用的方案呢是比较少的主副方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早的双摄方案了。副摄像头呢负责采集距离、光线等信息，1200万加上500万的像素组合。但是这次在型号上呢，发布会上可是说了很久啊，这个索尼的 MX362是 S7 Edge 的那一颗，加上三星的 IL7，像素点呢1.4瞄。李楠还在发布会上说，把这个请明星站台的钱啊，购买了一套高级的红软双摄虚化算法。确实，现在这个红软的虚化算法呢，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旗舰的机型上面，用在千元终端机上呢，确实是非常少。今天呢，我们也把同是双摄的坚果 Pro 呢一起拿来对比一下，看看这三家谁在吹牛逼。先来看一下白天的表现，三者呢把晴朗的天空这种氛围感都表现了出来，但是 Note 6的地面白平衡呢有些许偏黄。坚果 Pro 的天空呢像是加了一层蓝色滤镜，颜色呢是最鲜艳的。小米5X 呢，相比于另外两者啊，这个中规中矩，但是稍显平淡。清晰度、解析力方面，三者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这一组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复杂的场景，坚果 Pro 以中心点暗部测光为准了，画面有些整体过曝。魅蓝 Note 6依旧有一些偏暖的情况，但是和小米5X 一样，曝光是比较正常的。细节方面，同时和上一组一样啊，拉不开什么差距。再到暗一点的环境下，墙上的黑板呢，三者曝光呢都比较正常，但是小米5X 呢有一些偏绿了，祖传绿呢在这显示出来了。魅蓝 Note 6和坚果 Pro 呢正常，看一下字母 A 中间的粉笔线，
这个魅蓝 Note 6出现了模糊，解析呢并没有小米 5X 和坚果 Pro 呢清晰。这组室内的娃娃机，坚果 Pro 和魅蓝 Note 6色温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小米 5X 呢还原正常，仔细查看标签上的字，小米 5X 显然是没有对上焦啊，这个字呢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不敌坚果 Pro 和魅蓝 Note 6。这组红色气球，三者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依旧能够看出来魅蓝 Note 6呢有偏暖的情况啊，这个就进一步说明这个是相机调教上的问题了，希望后面的固件算法呢能够尽快修复。这组暗光条件下的美食看起来让人垂涎欲滴啊，武汉的小龙虾。坚果 Pro 呢则是稍微有一些曝光不足，魅蓝 Note 6呢依旧是老毛病啊，这个盘子里的葱花，小米 5X 显得更翠绿清晰一些。到了晚上，这一组灯光下的场景，三者呢都出现了眩光。魅蓝 Note 6呢最多，小米 5X 最少，但是地面呢有发红的情况。对面牌子上的字，魅蓝 Note 6得益于 1.4 mm的大像素点呢，所以最清晰。另外两者呢都出现了模糊。这一组呢是大光比的夜景下。整体来看，魅蓝 Note 6的画面是最亮的，但是地面呢又是有一些偏暖啊，白天夜晚的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小米 5X 和坚果 Pro 的地面呢也是有一些失准，旁边的建筑细节呢，魅蓝 Note 6的噪点呢非常多，但是轮廓是最清晰的。然后是坚果 Pro， 小米 5X 的细节丢失最多。这一组的夜景光照条件呢要好很多。三者地面的白平衡呢依旧是差异比较大，但是能看出来魅蓝 Note 6的整体曝光呢要比其他两者足一些。我们查看参数，三者的快门呢都降到了最低。魅蓝 Note 6呢与坚果 Pro 得益于大光圈 ，ISO 呢最低只有1600，小米 5X 呢则是足足2倍啊 ，ISO 最高3200。对面的招牌模糊已经非常严重了，清晰度呢不如坚果 Pro 和魅蓝 Note 6。看来在夜景方面呢 ，Note 6确实是继承了一些三星的特点。下面一个最重要的拍摄环节就是人像了，这个考验手机厂商双摄相机的调教能力啊，这也是上双摄的意义所在。这组三者的曝光呢都正常，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人物皮肤的区别。Note 6的人物皮肤呢还是泛黄的情况，影响观感。小米 5X 呢显然呢没有合上焦，是模糊的。我们在同样场景下呢拍了好几张啊，都是模糊的情况。坚果 Pro 呢比较正常，放大来看呢，小米 5X 不用说了，坚果 Pro 的帽子、脖子、脸颊、胳膊都出现了识别不准的地方，抠得一塌糊涂。反观魅蓝 Note 6呢，抠线可以说是比较准确，不过三者呢都不完美。这组人像呢，小米 5X 反败为胜，无论是抠像还是曝光呢，都是非常准确的。坚果 Pro 的抠像依旧是不堪入目。魅蓝 Note 6呢，抠像准确，但是人物皮肤呢还是老样子啊，影响观感。小米 5X 最棒这组表现。然后是物体的虚化，小米 5X 与魅蓝 Note 6边缘识别呢都非常准确，但是在同样室内情况下呢，小米 5X 出现了比较明显噪点，比较影响观感。至于坚果 Pro 呢，其实直接可以忽略不看了。魅蓝 Note 6呢表现是比较好的，可以直接发朋友圈了。这组复杂的高达虚化啊，之前呢咱们样张中也都出现过，大家都知道这要点在哪儿啊？情况和上一组几乎一模一样，可以看出小米和魅族的虚化抠像算法呢是比较深厚的啊。坚果 Pro 点。当然，在这我们要说是根据测评啊，说的呢都是一些绝对值。我主观来看呢，三者白天的样张呢基本上是拉不开什么差距的，不说是炸鸡互啄吧，但是呢也各自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细节解析力方面呢几乎一致，只会偶尔这台机器没有合上焦，那台机器有一点模糊。魅蓝 Note 6呢总会出现一些偏暖的情况，这个呢是一个问题。到了夜景，魅蓝 Note 6的大像素点优势呢就体现了出来，细节方面呢要比另外两者好一些，但是依旧有偏暖的情况。人像环节，小米 5X 和 Note 6呢各有优势，但是小米 5X 呢感觉还是稍微更成熟一些啊。在这儿呢多说一句坚果 Pro， 毕竟在上一期的魅蓝1.2中呢它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经历了一次1个多季的大更新，普通场景下白天和夜景呢相对于上一次与魅蓝1.2对比改进了不少，但是这个双摄人像虚化环节还是像这锤子没有相机优化团队一样啊。希望今年的这个 T3大旗舰啊真的在相机上面好好下功夫。稍等，在这个相机环节呢，还有一个小插曲。之前咱们经常开玩笑说啊，这个魅蓝 Note 系列才是魅族的真旗舰啊。本期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真旗舰”这3个字，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辑，来看一下魅蓝 Note 6的相机，还有魅族 Pro 7P 的相机，谁是真旗舰？后台回复“真旗舰”3个字就可以了，有惊喜哦。OK， 又是一期以测评为结尾的视频。本期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终端”2个字，这一期视频的所有相关数据与资料，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给你打包做好了文章，可以供你免费随时查看。
关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回复终端2个字就可以了，赶紧上车。电池续航方面呢，这一次差异呢是比较大。首先就是容量上的啊，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屏幕，两者呢都是5.5寸 1080P， 但是魅蓝 Note 6的可视角度呢没有小米 5X 好，在低角度看的时候呢，屏幕有偏黄的情况。在这个价位段，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在意的电池方面，小米 5X 的容量为3080毫安时。进一步反映了其线下属性啊，颜值最重要嘛，做的轻薄感十足。魅蓝 Note 6呢为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延续了魅蓝系列大电池的传统，硬件规格几乎相同的情况下，多1000毫安时的电池还是不错的。在日常使用中的二者的表现呢，其实相当，没有拉开比较大的差距。小米 5X 呢1天多一些，魅蓝 Note 6呢可以使用近1天半，还是得益于处理器的原因，比大多数旗舰机的使用时间呢都要长。在充电方面，魅蓝 Note 6虽然给的是24瓦的充电器啊，但是其实就是18瓦的快充，实测最大功率17瓦还差不多，这个已经是目前普通旗舰的速度了。小米 5X 充电器呢，则是普通的5伏2啊10瓦的规格，体积也是非常的 mini 啊。实测最大的充电功率呢也是10瓦。我们第2次充电的时候呢，用了小米6的充电器啊，这个充电功率呢依旧是10瓦，并没有提升。可见小米 5X 自身呢是并不支持更高速度的快充的。为了方便更直观的展示给大家，我们做了一个表格，给每台手机呢都测试了3次，以示公正啊。可以看出，得益于魅蓝 Note 6的18瓦快充呢，即便是电池比小米 5X 大1000毫安时，但是最终还是比它快15分钟。但是不管哪一个，这2台手机的充电时间呢，在目前来说都是比较长的，都达到了近2个小时，还多一些。简单总结一下，作为2款定位和属性都不太一样的终端走量机型，这对冤家的表现呢，其实我觉得都还行，可圈可点。但是毕竟是终端机型嘛，都有一些优劣。首先是两者都主打的拍照方面，白天是旗鼓相当的，夜景方面，魅蓝 Note 6要更胜一点。人像环节呢，都继承了自家不错的调教算法，并没有因为是终端机型呢就有缩水，这一点上都值得点赞。在处理器系统调教上 ，Flyme 加上625，相对于 MIUI 加上625，魅蓝 Note 6的表现呢是更激进一些，无论是在应用打开速度方面，还是后台的驻留情况方面。但是在实际的游戏环节，小米 5X 要比魅蓝 Note 6呢硬指标上稍微好一点。电池续航方面 ，Note 6牺牲了手感啊，这个大了1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上要更优秀一些。综合体验完了，可能会觉得，魅蓝 Note 6好像比小米 5X 在一些环节上要好一些。但是小米 5X 有一点啊，几乎可以把前面那么多超过的地方都给遮回来，那就是在机身设计方面。小米 5X 整体机器的这个设计啊、质感、高级感上的营造，要比魅蓝 Note 6要好上不少。这一点上，在这个价位段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在价格方面，魅蓝 Note 6最低配啊是1099，确实呢有很高的竞争力啊，但是内存是3G 的。小米 5X 的低配版呢是1299，但是同样是4G 的内存。还有最后一点，两者顶配版呢1499与1699，你别看就差了200块钱。不同于近3000的旗舰机啊，整机就1000多的这个价位段中，这200块钱是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购买趋向的。这2台机器呢，小米 5X 在我们的手里时间呢是相对较长的，这魅蓝 Note 6呢稍微短一些。但是之前呢，我们是借到了一台这个工程机嘛，所以说也基本上的点呢都跟大家聊到了。其实大家也应该发现了，尤其是关注科技频道的这群基友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到现在，这个科技频道的流量呢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来特别喜欢看测评了。确实，从去年年初开始，这个手机呢开始走入了一个非常同质化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吧。长期关注的小伙伴呢，应该也都知道，之前咱们看的那些比较大的测评机构呢，到现在呢，基本上也都出这个手机的视频出的都非常少了，甚至有的一个都不做了啊。手机的同质化呢，也慢慢的让更多的人呢转移注意力，并不去关注这些。但是对于厂商来说，这个入门机型这个档位呢，也是一个必争之地。今天的这2款机器呢，说实话我都是比较喜欢的吧。他们俩的这个在开头就说了，属性和这个市场定位上呢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个就看你自己这个主要需求点是在哪儿了。OK， 今天这期视频扯得有点多啊，这个扯到科技频道的这个流量上了。确实，这个各个门户网站的科技频道流量跌的是比较快了。好在你还在看。好了，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你的一个好友。我们上一期送的是这个魅族的运动蓝牙耳机，这期呢我们就送一个小米的
这个叫什么 mini 啊，也是蓝牙耳机一条。赶紧去我的微博转发。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儿，最新发布的手机，不拉不拉不拉，给你扯淡。每天晚上在这儿等你，赶紧扫码关注。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下期视频应该就是旗舰机了吧？全面屏大战，下半年的全面屏大战终于要开始了。拜拜。有好多小伙伴说想看花絮，但是呢，给。张宇给他女朋友买的 Kindle， 哎，咱们来一个 Kindle 的开箱吧。我给我女朋友买的，你看怎么想？快来一个 Kindle 的开箱，正了，不知道录什么，958。嗯，我拆开行吗，老张？啊？哇，白色的，这个我就不拆了啊。Kindle 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做的那个视频就是 Kindle， 然后但是它这个是买背光的版本。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特别中肯的建议，就是买 Kindle 的时候一定要买带背光那个版本，不要贪便宜买那个不带背光的，真的是不太合适。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带这个就是为了防止颈椎，因为我长期坐着颈椎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这个视频，很多小伙伴说你们怎么不做这个无人机的呢？然后还有就是老看到我们有这个 VR 眼镜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VR 眼镜是大家那个什么 glass， 因为武汉禁飞了，因为武汉现在查的特别严，基本上是不让飞这个无人机的，然后所以说无人机的视频就没有办法做了。好水的一句话学，拜拜。